还是通电没有反应。这台空调插上电，内机也不响也不转，遥控也没有反应，就跟断电了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，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吧？这个电感坏了啊，然后完全烧了。这种情况呢，一定要查一下机器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。这个地方会烧，就是因为瞬间电流过大，就是后边的负载有短路，所以说我们要仔细检查。像风扇电机、百风电机、电复热，还有外机的一些通电的线路都是需要检查的。这里呢，我们又查到了是电机短路了，待会儿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。不得不说，这一款电机还是比较好拆的。拆掉电控盒，这边呢有一个卡扣，把这个卡扣拆掉之后，分开风轮的固定螺丝，就可以把电机从侧面直接从这个位置取出来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设计还是很好的啊。在上边的时候已经测过了，这个红线和黑线之间短路了。这里再给大家测一遍，大家看一下啊。这就是因为电机的损坏导致了内机板的损坏，所以说我们在判断故障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然后往前端再查一查，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引起的这个故障，不然的话你换上内机板，这个内机板啪又烧了。拆下来之后呢，仔细观看，你还能看得到它旁边有一个 NTC， 这个呢也胀了也炸了。其实这个 NTC 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镁电阻，它对这个电路是有保护作用的。但是这一个呢，因为可能电流过大，直接导致，连这个供膜电感和这个 NTC 也损坏了。你看这一个是之前换下来的板，也是，供膜电感没坏，但是这个 NTC 起到了保护作用 ，NTC 炸了。像这种问题，我们在平常维修的时候呢，要判断电路中哪一路出现了问题，其实要先了解各个电路的作用。你看这个章节讲的是电源电路，它有这个电源电路的原理图。然后这一个呢是应急开关电路，后边还有接收器电路，包括传感器电路，它的工作原理，包括原理图，书上都有详细的说明。后边还有输出部分的单元电路，你像显示电路、部件电机电路等等这一些。那这本书呢，从基础开始讲，一步一图，教大家如何修空调，包括电路部分的知识。想学习修空调的可以去看看啊。